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非常重要，是 AIPC 掀起了晶片大战，台场的黄金时刻来了。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欢迎宏达。是，燕纯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讲到 AIPC， 我觉得可以先从最近一次台积电的法说会开始说起哈。这次台积电法说会引发蛮多的关注哈，宣布了蛮多的利空消息嘛哈，唯一的利多是什么？邀请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回首过去，我们陪伴着读者一路从季刊、月刊、双周刊，再到网络与影音，但始终不变的是对于台湾价值的认同与坚持。如果您也跟我们一样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欢迎您加入频道会员或是留言赞助支持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再迎接下一个50年。唯一的利多就是 AI 晶片应该会继续成长，而且重点是其实台积电整体会成长2成。对，从一个另外的角度来讲，其实总裁魏德嘉讲的意思是他下调了今年的全球半导体跟 Foundry 的成长的预期，意思就是说其实整个半导体市场好像没有原来在第4季预期的时候那么乐观，可是呢台积电今年还是可以成长2成，是因为他在法说会里面特别指出，其实像 AIPC 手机变大而且加入 AI 功能这件事情即将要发生。了解，所以今天我们就会针对 AIPC 上面了哈，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很快 Computex 就要来了，这一定是接下来的重头戏。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一层一层来谈这件事情，因为最上层应该算是平台的之战了哈，就像微软、Apple、像 Google 这样的平台之战。其实这一次宏达帮我们分析了整个 AIPC 在战场上不同层次的竞争态势。那我们先从平台开始讲起好了。好，其实我们讲的平台是指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服务提供者，比如说 Google， 那还有微软、苹果。那我们做这个题目一开始的原因之一就是发现原来大家不是因为 AI 看衰 Google 然后看好这个微软嘛，然后 Google 的股价曾经从120、130跌到大概100左右，现在又回到160，为什么？其实在今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新闻，就是这个 Samsung 最新的 AI 手机卖得非常好，超越它过去的记录，而且呢它这次击败了苹果，成为今年第1季出货最好的。这里面其实就搭载了这个 Google 的模型所以当 Google 掌握了这个手机 Android 系统之后，它的反攻就开始了。那微软自己呢？微软自己其实很希望利用这个 AI 呢，能够重新跟苹果再重启竞争。好，我们要复习一下苹果跟微软以前怎么竞争各位如果有20年电脑的资历的话，可能记得20年之前苹果电脑不是一般人买的，苹果电脑基本上是给设计的人、绘图的人用的，专用的，一般的人不太会去买苹果电脑来用因为种种的原因，它跟 Windows 系统是不一样。但是贾伯斯把这个苹果的电脑加上了自己设计的这个处理器再加上他自己专用的系统变得又轻又薄又省电之后，苹果在 PC 的市占率里面大概才接近 10% 的实力这对于微软来讲等于就是活生生的把一个王国的1/10切给他。各位觉得1/10很小如果换成1亿台你大概就不会太觉得太小，因为市场规模很大，所以1成也是比例很高对，那这1成里面等于软体也是苹果赚了，然后内容也是苹果赚了，然后连硬体什么生态系全部都他的。微软会接受吗？微软不会接受的所以微软现在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利用这一次 AI 的浪潮，它不止云端它要占到这个很大的一个市占率，在终端呢它也要利用 AI 让重启它在 PC 时代的影响力反攻苹果。所以呢除了利用升级潮它会把越来越多的 AI 功能直接放进各位的电脑里之外，当你越用越多之后，你就会希望这个电脑升级。其实微软现在在今年的 Computex 或者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高通这些人将会开始像苹果当年所做的一样，利用 ARM 架构的处理器做出一个又轻薄又省电又可以有高的 AI 算力的新的处理器。这件事情即将今年中就发生。对，这件事情其实蛮令人感到期待的。但我想先回头讲一下，就是说像微软、苹果、Google 这样的大平台的厂商积极支持 AIPC， 是因为它要离线作业嘛那所以到底 AIPC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如果你说这个处理器有没有 AI 其实以前他们就会跟你讲其实早就有了不管手机还是 PC 早就有了。所以这一次 IDC 他把
这个 AI 相关处理器分2类，第一就是说你要能够在这个算力要超过40 TOPS， 其实这个应该是指在 NPU 的性能上了啊。第二个就是说要配备 NPU 神经网络处理器，事实上这个是专门处理文字资料用的，因为我们现在大家所经验的生成式 AI 大部分是从大语言模型，它是语言来的，所以 NPU 是专门做这个的。那第3个定义就是要能够离线快速的执行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模型。那当然微软会有它自己的定义，比如说它上面键盘要有 Copilot 键，不过那是微软的看法所以我们是采用 IDC 的看法。了解。所以我觉得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来跟观众说明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要一个翻译，我就是把文章 po 上网路，然后就直接英翻中啊，或者怎么样中翻英之类的，其实时间大概不长，大概需要10到20分钟吧，如果是1个小时的听打。可是以后在 AIPC 的时代，它是在离线的情况下要做这件事情对，我自己亲身经历啦，就是说我现在用我的电脑，现在其实有一些模型你已经可以下载了，像这个 OpenAI 的 Whisper， 我就把它下载到我的 notebook 上面，然后呢就像刚刚燕总讲的，我们来做听打。那以前是付可能500块买20个小时，然后你用云端的网络服务做，那我改成用我的 notebook 做也可以做，就是离线做，不接上网，离线也可以做，不过5个小时要5个小时1个小时的这个听打要5-6个小时，就是因为我的电脑还是停留在旧的时代，还不是 AIPC， 它处理文字这些整数运算能力还没那么强，所以插着电做了5个小时，很慢的把它做完。所以现在看到另外的趋势就是各家都开始说搭配我这个晶片可以 download 各式各样的模型这些模型就是我刚刚讲的，以后你如果有 AIPC， 那你就可以离线来使用这些新的应用。意思是说以后如果我要翻译一个文章或一个听打，我用离线的状态，叫做飞机上不联网的情况下，我用 AIPC 可能也只要10分钟或5分钟，就留在我的电脑里面直接运算就好了。对，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接下来要谈，就是晶片的运算非常重要。对，晶片的效能影响到它的运作的结果嘛，对，所以就开启了晶片战争。那这一块是宏达的强项啦，帮我们多分享一点，就是说到底现在主要的晶片厂商它如何真实 AIPC 这块市场。其实我们在这一期的杂志做了一个表就是按照刚刚讲的这个定义40 TOPS 以上才算的话，其实在今年下半年这些符合新定义的这个 AIPC 的晶片才会推出。这其中你可以看到，其实像 Intel 在下半年它会推出 Lunar Lake 这个有40个 TOPS 这样子的处理器。AMD 呢 ，AMD 其实是最早喊出 AIPC 晶片的，它去年就喊了，但是它要推出40 TOPS 的这个这么算力的晶片所以到今年下半年 StrixPoint 这个平台它开始推出。那高通呢是最积极的，为什么？因为高通过去它是一个我们所知道的行动运算手机晶片的大厂，那今年呢非常积极的要推出 ARM 架构的这个 AI 处理器，是要给 Windows 用这个计划已经讲了相当多年了，但是现在看起来是各家从华硕这些公司都会跟他一起合作来推出新的产品，所以那这个呢也是在今年的 Computex 之后，在下半年会来推出。这个像联发科这些，我相信他们都会有相关的布局所以大家其实都不会错过这场竞争。真的，所以意思是说这个晶片战争基本上跨域了嘛，因为以前包括高通跟联发科主要是 focus 在手机晶片这个部分，那 AIPC 的晶片为他们带来新的市场。对，但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个跨域竞争的话，其实就是当手机其实是非常省电的一个平台，那它自然就有本钱把它这个对于能源的使用更加精省更加有效率的这个拿过来反攻原来这些可能耗电量不是那么有竞争力的其他的处理器厂。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以后最大的挑战就是有没有这么多电可以用，因为它非常的耗能。我觉得宏达这个观点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说因为大家觉得手机轻薄短小代表它相对比较不耗能嘛那它怎么样把这个手机的高效率复制到 PC 上面去，这件事以后可能是个大学问。那当然也带动了联发科跟高通的新机会嘛。我举一个证据来跟大家讲为什么能源将是未来处理半导体的关键你知道其实这一次台积电董事会改选，其中一个董事专长是石油业这是很少见的，就是说过去台积电董事会大概都是电子相关的，这次是能源，而且他是当过全世界大型能源公司的董事的人来当台积电董事，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很有趣代表说以后 AI 是一个非常需要电力的这个问题，能源、碳，对，然后绿电如何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它跟半导体，因为它既提供了危机也提供了机会，因为如果 AI 用得好，其实它可以节省很多的能源，是，但
但是如果用的不好，它其实也是一个吃电的怪兽。对，所以晶片在设计上，这可能以后这4家晶片在做竞争的时候，如何降低耗能这件事情，应该是个重要的关键决战点啦。而且其实大家也不希望说把所有的资料都 po 到云端，你根本不知道人家会怎么用。所以我相信各个公司其实对于自己核心资料的管控，哪些上云哪些不上云，绝对会在用 AI 之前，他一定会仔细思考。所以你看现在AI 的普及度未必是真的像现在的媒体报道热度这么高哦。但是当大家觉得我资料我可以放心了，放在自己家用 AI 处理的时候，那个时候采用 AI 的投资的热潮可能才会比较多，因为我至少可以保证我的核心不会被偷走。对，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关键，就是我不要什么都上云嘛，我会有隐秘性或私密性的问题。对啊，但以后我就在端点运算，我可能在 PC 上面做，在手机上面做，我不要联网，这个资料是我自己拥有的。对啊，要不然我们做了这个半天，不是都送人了，那不是？对啊，那为了这一点点的好处，所以离线跟隐秘性跟能源效率这个都不可分。这就是 AIPC 我觉得为什么会大家接下来会很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啦齁。那其实这次我们也访了高通的这个副总裁，他也特别谈到了说他到底未来接下来要怎么看 AIPC 这个市场。我想还是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啦，它会是第一个在 ARM 架构底下能够进到这个 Windows 系统里面，而且它是给 notebook 用的。其实当我们问到它的性能的时候，其实高通以前几乎很多法说会的时候，大家所有的记者分析师都会问这一题，就是问高通在 Windows 里面 PC 晶片的进展。以前高通讲的不是很多，但是这一次他讲的很清楚。我问他性能，他讲个例子，他就说台北飞到洛杉矶你可以从头用到尾，他这不是乱举的哦，因为从台北飞到洛杉矶要10几个小时。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飞应该是用10几个小时呢在上面做 AI 相关的运算，然后或者你在工作用，在正常使用情况之下，他们的处理器是可以满足这样的。那我们刚刚讲了 AI 其实运算是挺耗能，那现在一般 notebook 做一般的事情是可以，也可以撑超过10个小时没有问题，但是第一个不够快嘛。现在他们这次讲他们为了 AI 的新的功能，其实他特别在这个晶片里面设计2个 NPU。 2个 NPU 这也代表 IC 设计的一个新趋势，就是说这个就是跨域啦。为什么？因为它是把设计手机的方式拿来设计处理器，以前只有手机才分什么一大堆核，对不对？对。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是需要什么很小的一些 AI 功能，比如说背景抗噪啊什么，那你就交给我们的超级小的 NPU 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要做比较大一点的什么大语言模型啊，那你再用比较大的 NPU， 像点灯一样，我明明就只是需要看个书，我不需要把整个棒球场的灯打开嘛，对不对？对。好，所以它这样子是为了省电的设计。这样子我想到说，所以晶片需求会越来越多啊，就是这是一门好生意，大家可以联想到哪家公司是最大的受惠者了吧？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那另外我觉得大家一定也非常好奇，就是 NVIDIA 的角色啦齁，就是说 NVIDIA 它在伺服器的部分其实非常非常强齁。它在 AIPC 上面，其实这次我们也访了 NVIDIA 的人啦，他也是用最短的时间内答应我们的采访，想要多讲一点说他在 AIP 上面的布局，那他是怎么讲的啊？其实啊，这个黄仁勋最近的讲话都很出名啊。那个最近跟那个大学毕业生演讲说 ，I hope you suffer more， 但会学习成长更快。对对对。那这个具体来讲，其实 NVIDIA 它在这一块它是非常非常有企图心的。我想各位在6月初就很快就感觉到 NVIDIA 绝对不会缺席。但是 GPU 的一个弱点就是它是需要比较耗电的。那它怎么办呢？它的优势就是说，其实因为各个电竞笔电或比较高阶的笔电其实都内建了 NVIDIA 的晶片在里面，所以它其实在 PC 里它也已经卡了一个位置了。但是呢，像 Intel 跟 AMD 就会说，我同时有 GPU、NPU 跟 CPU 同时在一个 CPU 里面，我这3种我都能做了。而且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就成真了，所以 NVIDIA 会遇到完全不一样的敌人。NVIDIA 最主要的挑战就是，毕竟电脑里面的处理器也不是它的，你就只有这个 GPU， 而且你可以去看，其实它虽然进到 notebook 里面，你还是会去消耗一定的电嘛，所以它要如何在这个效能跟耗电量中间去平衡去跟这2个老大哥来竞争这个就是晶片战争里面很有看头的一个事情。对，其实这次我们在提问的时候，也把耗能这个问题放进去，但它其实并没有正面回答啦。但我觉得以后不管再怎么样，就 user 的角度或者是在市场考验上，都势必会面临到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它要到 AIPC 到领域里面去我觉得这个市场变化还是蛮大的。对，你做一个跑半导体的记者，我觉得非常的 exciting， 真的。因为
为有竞争才有进步。所以我每次采访的时候就跟人家说，我感觉好像回到那个以前我们常常会觉得电脑效能不够就要去换电脑的时代。其实对台湾的 PC 产业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因为说如果没有新的应用来刺激对效能的需求，其实电脑就是一个传统产品，就是比价钱。那现在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应用从云端落地之后，今年落地绝对是一个主轴。各位去看今年不管是从 MWC 还是 CES 全部的主题都是 AI， 我相信今年的 Computex 也是。当有了新的应用来驱动 PC 的成长之后，今年的 PC 市场一定会比以前热闹很多，同时它还会带动记忆体需求的成长。对，所以我觉得今年 Computex 最有看头的地方一定就是 AI PC。那其实从晶片的推出的时间大概可以判断说，其实真正的 AI PC 是到今年下半年才会真正问世啦。那我觉得到时候可能会掀起一波的升级潮嘛。就接下来就想要谈的是第三层，就是关于台厂 PC 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品牌商或者是制造商都是一个黄金机会来了，这部分是台厂的优势啦齁。那所以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品牌商的部分自己也会有一个自己的 AI 小云呢？不过我们讲的是离线哦。对，离线哦。所以其实应该这个小的云呢是在我们的 PC 里面，对 PC 里面，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其实 AI PC 出现之后 PC 厂商如何重新定义自己，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哦。这个其实讲起来让我觉得有点像科幻小说，但是是越来越真实。就是我在采访 Intel 的时候， Intel 的人告诉我们说，其实以后你的电脑里面的 AI 所知道的事情会因为你的个性跟喜好而不一样。他知道我的使用习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关心以巴战争，你常常搜寻这个以巴战争啊，比如它里面如果装一个叫做 Super Power 的程式，我们搜寻或看资料，每天都看很多资料嘛，电脑是一个消化资料的东西，你不会从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嘛？对，它每天看可能几百页几千页嘛，但是 AI 会帮你看， AI 帮你记得了之后呢，它就训练它里面的这个文字的这个 model， 然后当你想起来说这个以巴战争什么什么相关细节的时候，它就会回答你。这只是用以巴战争来做例子。各位也想每天你上班的时候，可能很多同事寄给你 email， 寄给你各种附件，而你可能看了之后马上回，然后有人回的这个漏等，对不对？你可能也是抓个重点就开始回了。但是有一天你要我想要找燕纯这个上礼拜告诉我的哪一个重要的附件，他讲了什么，你的自己的 AI PC 就可以帮你做 summary， 就是说它会随着你跟着你的工作一起成长。其实这个就是很久以前，其实这个简立峰简老师跟我讲，他说 AI 其实就是养一个助理的特助的概念，养一个特助，这个特助每天跟着你，看着你在做什么，然后通通都记起来。所以以后你的 PC 呢如果掉了呢，那就代表你以前训练的这个特助呢就跟着一起掉了。天哪，那以后这个 AI PC 好重要，是随身助理的概念耶。而且因为我们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东西不资安的问题，所以它要存在你的电脑里面去训练那个模型。然后因为这个模型，你知道我下载一个 Whisper， 我记得好像10G 的硬碟空间，所以它其实蛮大，所以它就会刺激你的这个 computing power 或者储存空间需求就很大。所以从晶片到机体，甚至以后包括散热之类的都会跟着受惠，这就是台厂最好的机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看6月份即将来临的 Computex 展？对，这个 Jason 应该是抢先在这个台大体育馆来办一个大会哦，我相信到时候又是非常热闹了哦。然后呢，这次像 ARM 的 CEO 会给我 keynote， 然后这次那个 AMD 的这个他有一个 keynote， 苏妈也要来了，然后 Intel CEO 要来这个说台湾最危险的这个 CEO 要来了，高通 CEO 也要来台湾，然后还有 Supermicro， 当然是他是比较云端的啦，但是这些人我想因为台湾就是 PC 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当大家要让 AI PC 成真的时候，势必就要来台湾，那当然就是为了 PC 生态系嘛所以大家都要来。第一个他们就讲我要加码在台湾投资人、工程资源、各式资源放进来，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 AI PC 做出来，然后把这个量把它冲大。那高通的副总裁在采访的过程中，他回答他说台湾生态系对高通非常非常重要，他用了2个非常对，代表说其实台湾整个供应链在整个 AI PC 或是甚至以后端点运算的发展过程中，我觉得应该会扮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啦，对不对？看这个图就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这么热情了啦你看这个2024年 AIPC 预估渗透率 15.7%， 每一年都成长到2027年的时候 AIPC 渗透率是 65.9%。当然因为高通是新的这个参加者嘛，所以他就是跟着这个新的市场的渗透率往上，所以当他看到又从15到60的时候，对，确实他就会很大力拥抱台湾，我想这是非常合理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而且以前我们换电脑的时候不觉得换电脑这件事情有很多的障碍，但以后我 AIPC 的时候，我连换这部电脑都要多想一下。对啊，它处理器是配置什么，对对对，然后它有没有相关的我们刚刚讲的一些配套的软体服务放在里面。我们的 AIPC 的品牌商未来以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较符合人性或 personal 客制化的这些离线的 AI 服务，所以都会让消费者更黏着于这个品牌的 AIPC 上面。其实各家已经开始推，像联想就开始推联想小天，它其实就是一个 agent， 就是一个特助啦，特助在里面回答你的各种问题。就是其实产业分析师其实对于这一波认为 PC 厂就会因为 AI 它开始有办法去打造它自己的软体，去跟别人做差异化，因为我们刚刚就讲了，它有机会可以拦截你的某一部分的资讯，然后替你加一点工，然后这些如果是他自己只有他自己能做的，那它的价值就会比其他人多。你去看联想的动作就知道这个战争也已经开始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非常期待我们的台厂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动作那当然这个制造业的商机当然我觉得应该毋庸置疑了啦就是从晶片到这个 PC 组装，包括刚宏达讲的散热、记忆体，这些族群都非常值得关注。其实这次财讯的710期针对 AIPC 有非常完整的报道，就欢迎这个各位观众跟听众朋友来翻阅。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85集半导体气体的5000亿商机，台厂的机会在哪里里面的留言。其实这一集的这个观众反应非常热烈那我先来念一下财团 Brain Young， 他说这一集超有料，赞。然后另外一位财团是 Dorin 黄，他donate了70元，非常感谢。然后另外一位财团的这个茶叶蛋小贤，他说非常感谢两位的详细介绍，又学到了新知识，想问以下2个问题，半导体专家刚好在这里来问问宏达。第一个就是说在半导体的各个制程中，3大龙头的公司占比为何？每家公司的主攻气体有什么不同？第二部分是台厂的相对优势有哪些，主要是 focus 哪些制程？那这个部分我先帮宏达回答第一个问题啦，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做题目的时候，我也不断的问业界的专家说，到底在各个气体里面3大龙头是属于寡占的情况，他们各自擅长的领域有哪些？但事实上因为他们气体的种类有非常非常多，他其实没有办法有一个专家告诉我们一个完整的分类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寡占市场，但是还没有办法把各自的强项一一的说明得很清楚。那至于气体的台厂优势，我想这个宏达也研究蛮深的，帮我们分享一下。我想台厂的最大的优势还是因为台积电其实现在愿意扶持，像把相关的这个需求跟这个怎么样来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些机会来跟台厂分享，所以有相关的能力的人，公司就有机会去升级，只要通过台积电的考验，它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商机。其实这过去有很多相关的例子，比如说像这个圣一化工本来是做油漆的溶剂，没错，但是它因为台积电愿意跟它合作的，它其实进到了3奈米的溶剂，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气体的机会，你可以看到很多公司的转身，因为在化学上只要它的基础是一样的，它就有机会能够进到这个新领域来。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当然还是来自于台积电的在地化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不只为台厂提供机会，未来台积电到海外设厂，我觉得台厂也会跟着出国比赛，或许也是一个新机会不过这里面我们就要继续谈地缘政治的竞争了。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题目了，这个我们会持续请宏达为大家继续追踪。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宏达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也认同我们的理念，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